全民穿越公路求生。骷髅船长的声音有些不自然地说道：“日记啊，我把里面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之后，就都烧掉了。烧掉了，很好，我对这艘船很感兴趣，你给我介绍一下这东西怎么操控吧。”好说好说，这个很简单的，您过来看，点一下这里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符号，在这里可以选择输入，只要写出这些符号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去死吧！骷髅船长猛地一点，从周围的墙壁里忽然冒出了上百个粗粗的管子，绿色的火焰从管子里喷了出来，直接将房间里的一切都包裹了起来，没有留下哪怕一丝死角。火焰足足喷射了1分钟才渐渐平息，原本设备齐全的核心控制室被烧成了灰烬，只剩下那个水晶球模样的虚数核心掉落在了地上，滚到了一堆白灰的旁边。过了一会，那堆白灰渐渐的隆起，随后复原成了一块块骨骼，最后重新拼接成了骷髅船长。哈哈哈，哪怕你拥有再怎么厉害的异能，在深渊之火面前，还不是要被烧死？然而，在他的身后是一个由黑色光晕组成的圆球。就在骷髅船长准备看清楚些的时候，那个黑色的光球忽然破碎，黑色的光芒消散，露出了里面的景象。我穿着一身电磁战甲，撑着一把黑伞站在原地，旁边则是穿着一身白色特战服的阿雅。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？骷髅船长抱着虚数核心转身就想要跑，然而他连步子都没迈出去，就感觉到后背被什么东西砸中了。随后他就感觉自己与身体失去了联系，就连意识也开始消散。我捡起了掉落的那个虚数核心，水晶球外观没有一点损坏的样子，里面一行行代码不断的飘过，看起来和正常的虚数核心似乎没什么不同。之前他输入的代码你都记录下来了吗？指挥官，已经全部记录下来了。另外，船体拆解顺利，已经拆解出了数件符文装备，正在和其他的符文装备进行对比分析，对破解代码工作很有帮助。莉莉丝小姐对于收获很满意。还真的拆解出东西来了，去看看。我兴冲冲地来到了船舱之外，此时001正带着自走机械在船上大拆特拆，整艘船已经被拆成了一个空壳。对了，你们拆船没受到那些骷髅兵的阻碍吧001指了指船舱，我顺着001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一大群骷髅层层叠叠的聚集在一起，如同一个白骨堆一般堆积在船舱的底部。只要不靠近，他们就堆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像是一座海骨山一样。但是，一旦有自走机械想要将它们拉开，他们就会躁动起来，像是一群蜜蜂一样，随时都有攻击的可能。他们那里肯定有什么东西，要不要我把他们冻住？不用，你在旁边看着就好。如果他们有躁动再说。我自己则举起了黑伞，向着那群骷髅兵走了过去。看到我走过来，骷髅兵们躁动了起来，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离开自己的位置，看着我越走越近。那些骷髅兵也越发焦躁不安。等到我距离那些骷髅兵不足2米的时候，那些骷髅兵终于按捺不住，动手了。3、4个最靠近我的骷髅兵向着我扑了过来，用手中的各种武器向着我劈了过来，而我则挥动着手中的黑伞左砍右打。他们砍中我，根本无法破防；当我砍中他们，他们却直接被打成了虚无，连骨灰都没留下，哪怕诅咒也无法将他们复活。在我接连干掉了几个骷髅兵之后，这些骷髅兵明白了，我绝对不是他们可以对抗的，但是他们所看守的又不是他们所能放弃的。众多骷髅兵互相看了一眼，随后那个由众多白骨搭建成的山丘塌陷了下去。我看不懂这些家伙在干什么，但是我本能的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，一定要阻止他们。我急忙跑了过去，然而等到我来到附近的时候，白骨搭建的山丘已经彻底坍塌了下去，露出了下面的东西。那是一座由黑色石头砌成的池塘，直径不过2米，里面是一汪清泉，哪怕只是站在旁边都能感觉到里面的丝丝寒气。忽然手发共剑，一个巨大的白色骷髅头从水潭里冒了出来。干一下老子，打死你！我被这巨大的骷髅头吓了一跳，反手一记黑伞打在了对方的脑袋上。1秒钟之后，我面前出现了一个骷髅头形状的黑色轮廓，就像是文件未加载出来一样。周围的空间开始缓缓向这片区域流动，填补缺失的部分。吓老子一跳！元素熔炉特殊装置，可抵充7级特殊配件，作用吸收空气之中的游离能量，以元素潮汐的方式进行工作，为各种符文设备提供能源。其能源可为元素生物当作生命力使用，只要能源不耗尽，元素生物将不会被消灭。这东西不错呀，怪不得那些家伙死守着这个玩意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那些骷髅兵为什么会杀不死，为什么会死守着这里。原来这就是他们生命的源，失去了这里，他们就都得死。我立刻叫小爱同学把车开过来，将这玩意加载到车上。因为是武力击败获得的战利品，所以可以无视等级需求直接加载。一道白光笼罩了车子，片刻之后，元素熔炉从原地消失，出现在了我的小型核反应堆旁边。一冷一热，2个设备交相辉映。快把这艘船彻底拆了，一点都别留下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巨大的盖伦船被自走机械彻底拆成了碎片，一大堆东西摆放在了我的面前。
除了那个元素熔炉之外，自走机械们还拆解出了42门符文钱塘火炮，2面符文风帆，一个可以让船只潜水的船首像，制造迷雾的海洋雕像，以及刻满了符文的木板。将物资收到了仓库里，我继续开着车在公路上行驶。我开着车向着港湾区前进，等到抵达港湾区的时候，时间已经来到了午夜时分。此时，港湾区已经不复当初的辉煌壮丽，房屋倒塌，船坞损毁，码头和笕桥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就在我准备让自走机械下水，去寻找那些玩家掉落的青铜宝箱的时候，他忽然听到了一阵阵飘渺的歌声。哪来的歌声？小爱同学能搜索到歌声的来源吗？在2点钟方向，直线距离1205米。我望了过去，我的头盔带有夜视系统，将那片区域的景物逐步放大。我终于看到了，在一个漂浮的航标灯上，一个人影正坐在上面，轻轻哼唱着歌曲，歌词我听不懂。走过去看看。打定主意之后，我向着目标飞去。等飞到了航标灯附近，我发现那是一条人鱼。不过，我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松了警惕，我小心翼翼地绕到了正面。你是谁？人鱼一只手立刻握住了胸前项链上的一颗闪亮的珍珠，那珍珠闪烁着流光，隐约还能看到细密的金色符文，一看就不是凡品，就是不知道是武器还是防具。我是一个旅人，恰巧路过这里，听到有人在唱歌，所以过来看看。请放心，我没有任何恶意。我摊开了双手，让对方可以看到自己的手上没有任何武器，同时我也启动了电磁战甲上的声光催眠系统。原来是旅人吗？那你一定见过很多其他地方的风景吧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？我愿意用我的歌声和你交换。对了，我的名字叫锦瑟，你叫什么？